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又来湘西的大山里面，为大家分享一些闲置的房屋了。在我的身后，这是一栋木房子，加上一处小厢房。这栋房子啊，也是一栋闲置房，将近有15年左右是没有住人了。我应该是去年和主人家打过电话，他说啊，这栋房子可以卖掉，但是它的价格比较贵啊，他说要15万，所以一直没有拍视频，也没有带过一些粉丝朋友来看过。这栋房子是靠近清水江边，这里距离县城啊将近是有13公里，距离机场有3.5公里，交通倒是挺便利的。这边啊车子是无法开到院子的，但是这边步行走到马路边呢，将近也就10多米左右。那现在废话不多说啊，我们走进房子去看一下大概的一个情况。这是一栋土家民居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中间是堂屋，两边是卧室，是一栋纯实木结构的房子，上面盖的是本地的青瓦。因为长时间没有住人啊，屋顶上的瓦片是掉下了很多，破破烂烂的，瓦条领子都坏了很多。这栋房子啊还是通水通电的呢，电表呢就装在这根立柱的位置。然后这栋房子啊以前算是一栋大户人家的房子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以前在农村建房子是不容易，像这样的房子，它的立柱包括它这个盖檐位置，全部用这些石头垒砌的，一般的没有条件的家庭是建不了这样的房子的。但是呢，如今已经是处于一种没落的状态吧。他应该是有几个女儿都是远嫁，所以老人没在了之后啊，房子就变成了如今的这个样子。然后整个大门口的这块呢，已经是长满了杂草。这个盖檐的位置也是长满了杂草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处厢房的位置，大概有20来个平方左右。旁边呢是用木头所建的房子，这边呢是用红砖所建，然后留了一个小窗户，将近有80乘80公分。屋顶上盖的也是青瓦，长时间没有打理，这些檩条、瓦条、瓦片全部都是散落一地，损坏的非常严重。这个时候啊，我就想不到了，主人家凭什么这栋房子要卖15万？大家觉得呢？门前的这处位置啊，现在是长满了很多小竹子，比人还高呢。然后走上来就是这栋房子的盖檐，我们可以走到那个位置看一下门前的视野。其实把这些小竹子砍掉了之后也是非常开阔的，底下就是清水江，整个江面的水是很干净的，平时啊钓鱼的人也比较多。然后前面有一栋废弃的房屋，马路呢是从那边走进来的。其实这边的环境啊还是挺不错的，只是这个价格啊，我倒是觉得还是有点贵了。主要是房子啊破损的非常严重，像这样的房子如果给它翻修，少说啊也是20-30万左右，想花个几万块钱把这栋房子修好，难度是非常大，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。基本上也只剩下了立柱还算比较好，这些墙板啊都需要重新给它全部换掉了。去年我来过的时候，这里面还住着一个人呢，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了。然后看一下房屋里面是非常的破旧。去年这个人呢，就是住在这个房间里面，现在我的感觉还不好进去，应该是没住着有人。然后
这边堂屋的位置啊，背后是留了一个房门，可以进入里面的。整个堂屋啊，大概宽有20来个平方左右。哇，这边基本上是非常的破烂，然后这根立柱啊，都快要倒塌了，整个这边的排扇都已经全部烂掉了。然后这边啊，还有些座椅板凳也都全部坏掉了。再看一下屋顶上的瓦片，千疮百孔啊。堂屋的位置有一个火塘的，这边是土家族的房子，所以它的火塘呢是留在堂屋的任何一个角落，只要用起来比较方便就行了。像我们苗族的房子，基本上火塘的话，我们是留在右手边的这个房间里面，也就是这一间里面。我们的习俗和土家族还是有点区别的。这边大门的位置也都损坏的非常严重。平时这样农村的房子进出呢，只会开2扇大门。其实啊，门前视野倒是挺开阔的，对面呢也是零零散散的有些房子，但是中间呢是隔着清水江。把这些杂草清理干净的话，整个院坝将近有100来平左右，还是挺宽的。我们可以沿着这道房门走进去看一下这边厨房的位置。基本上都不能用了。这个屋顶啊，需要全部换新的，修都没办法修。这一间里面都已经长了这么高的一些灌木类植物了。时间太久啊，没住人，房子就变成了如今的这个样子。地上随处可见一些农村生活的一些工具。这一间是损坏的最严重的，整个立柱啊，全部往后面倾斜，长时间被雨水浸泡，这根立柱啊已经完全腐烂了。然后这边啊有个蓄水池，以前应该喝的都是泉水，从山里面牵引回来的。然后他们家呢也是背靠着大山啊，背后是一座土墙，大概高约3米左右。我是去年和这户主人家打过电话，当时他说的那个价格啊，15万，把我是吓了一跳。我觉得太贵了，虽然这边距离镇上很近，交通也是挺便利的，房子整体的占地面积啊，将近有350平左右，挺好，各方面都挺好，就是这个价格啊，确实有点贵。我觉得农村像这么破破烂烂的房子，可能也就3到5万左右吧，这样的一个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。那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像这样的一栋房子，你们觉得多少的价格比较合适呢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留言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这期啊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吃完之后，这个舌头啊
上面好像有一层厚厚的，不知道像包衣一样的，但确实甜。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又来到湘西的大山里面，继续给大家分享山里的闲置房。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看的是一栋200年前的木头房子。之前在视频里面有粉丝朋友问到我，他们说建这样的木房子到底它的使用寿命有多少年呢？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我身边的这栋木房，它的建筑时间呢已经有200多年了，是一栋5开间的房子。我也是刚刚进入村子，找到本地的老大爷问了之后，他们才告诉我这栋房子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。然后从它的各个方面都能够体现得出来。我们农村的房子基本上都是3开间，但是这栋房子呢是5开间的房子。5代表的是什么？在古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中间这里呢是堂屋，大门是有6扇木门，基本上呢就是开中间的2扇进入房子里面，然后呢旁边都是卧室。这是土家族的房子土家族我们的印象当中在这旁边都有个吊脚楼，但是这户人家呢是没有。200多年前的房子和现在的建筑还是有点区别的。这底下不是用水泥打的，都是用石板给它铺起来的，包括这个地面我仔细看了一下，都是石板铺的，而且这些石板呢都是从山里面捡回来的。然后每一根立柱之上都有这样的标语，上面写的有字，这边就模糊不清，我就不给大家念出来了。然后上面呢写的是一个农业大寨，这旁边呢就写得很清楚，大海航行靠舵手。是不是有那种旧社会那种标语的感觉呢？这栋房子以前是非常热闹的，整个寨子呢有20多户人家，现在大部分呢都是陆陆续续往山下搬迁了。这里靠近宝鸡县城将近有6公里，然后这边以前不通车，都是步行走下山，这边的海拔有600多米。然后房子的朝向呢是坐北朝南，通水通电的房子。整个房子呢1楼是一个比较精装修，基本上打扫一下就可以入住。2楼呢也是隔出来2-3个房间了，当然现在我们是没有钥匙无法进去，只能通过当地人的口中我们了解了这栋房子。每根柱子之上都写的有这样的类似于对联吧，艰苦奋斗，勤俭建国。这旁边呢是一个储物柜，以前农村里面储藏粮食的，这是一个粮仓，占用了差不多整个房间吧。所以说这栋房子以前住的人是非常多，他们家的田土也是很多的。我记得走了很多这样村寨的地方，大部分的这个粮仓是没有这么大的，但是他们家的粮仓是非常大。然后这一间呢，现在整个木墙板已经看不到了，因为年久失修，没人在这边住。房子呢还是有点破损，旁边的这个是他们家的发粪池，上面的这个发粪池的这个砖墙什么也看不到了，只剩下了一个基础的一个模样在这边。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为什么说房子老和房子新有区别呢？它底下的这个垫脚石是非常规整非常大的。一般以前我们湘西这边的房子农村的房子，它的这个垫脚石呢都会做得很简单，不会有这么大的石头。像这样的房子呢，大部分都是地主人家，地主人家他才有钱去建这么好的房子，才会在每一个地方都做得很仔细。大家有认识这个吗？在我们这边是叫做打谷机，以前打稻谷用的，人用脚踩在这边，这个呢是一个
装在这里一个滚轮，然后稻谷呢就放在上面，这样子敲打，然后稻粒呢就掉在这个桶子里面。这个啊也是很有这个年代感了，少说好几十年的老物件了。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农村的木梯，看这个木梯啊，大概长有6-7米左右呢。一般农村的房子要上去捡瓦干嘛的，都是用这样的木梯架着，然后人爬上去。这栋房子啊，长时间没人在这边居住，也没有打理，所以整个院子啊已经是长满了杂草。然后这边是有一棵柿子树的，他们家的门前还有一小块的空地，在那边呢有2亩多的一个空地，目前是让邻居家在那边种上了一些油菜。房子的视野还是比较开阔的，只是门前的这些竹林呢是挡住了视线，还有门口的位置是有一根电线杆的。其实啊，像这样的木房子，大家看着这个墙板比较旧，颜色比较深，以前呢都是从这上面涂抹了一层桐油。基本上当地的老百姓啊，3到5年都会涂抹一层桐油，用来保护这些木墙板，它不会起虫，然后呢它防止一些雨水会侵入到木头里面。这栋房子200多年还这么好，保存的这么好，也就是因为刷了这个桐油的缘故。但是这个桐油刷久了之后，它颜色就会特别的深，甚至有点像黑颜色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这边大部分的房子啊都是这样的。然后为什么说这栋房子是以前地主人家呢？看它的整个柱头啊都是用的很大，后面呢通电了之后，每家每户啊都在房门口装上一个电表，这样子用电也更方便一些了。我还记得像以前有些房子它在这边会开一个侧门，但是这栋房子呢是没有侧门的。这边建的房子啊，窗户都留的比较小，大概这个窗户开的也就是60公分左右，四四方方的一个窗户。在房子里面它就有个特点，采光呢就不太好了。然后这边呢应该就是他们家的一个厨房，现在也是锁上了门，没有办法进去的。这以前啊都是写的有些标语，但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，可能是故意的人为把它擦掉，应该是那个时代所留下来的一些印记，包括这个位置也都是模糊不清，看不清了。然后这个挂锁现在农村里面已经用的非常的少了，这是以前啊古时候留下来的，后期呢就用这样的挂锁了，看这个还保留下来，非常的难得了。在我头顶的上方，以前这边也是装的有这个木板作为一个走廊，但是这边啊现在都看不到了。还有这个风车，以前打稻谷回来会用这个风车吹一遍，是人力摇的，应该摇手的位置是在那边。这个我们小时候见的比较多，因为我老家呢也是农村里面的，以前小时候就在农村里面长大。然后这栋房子你看这些立柱啊都已经起了这些绿苔，所以雨水还是会往这边渗透进去的。这边的视野就非常的开阔了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这底下呢就是保定县的县城，因为这边海拔高啊，如果门前没有这些大树挡住的话，是可以看到整个县城的房子，地势很高，他们家的外面还有好几块地呢，还挺宽的。这边啊已经种上了油菜，我记得我们在江边改造的那栋房子旁边的油菜已经长了老高了，但是这边呢还很低矮，说明这边的这个环境啊整个温度还是挺低的，因为温度低啊，这个油菜很难长得起来，它整个会生育期啊会长那么一段时间。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，走下去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这棵树上有很多果子，现在看不清啊是什么果，我们走下去看，地下好像掉了很多，感觉有点像那个
野生的梨子，又有点像柿子，但是柿子呢应该比这个大一些。我们还是走下去看一下。门前大树很多啊，到夏天这边也是非常凉快的。我发现这树上还有很多呢，这边刚好有根竹竿，我们给它这样子打2个下来看一下。哎，多敲2个，看可不可以吃啊？哎呦，看一下，这个应该是可以吃的啊。尝一下什么味道？甜，有点夹口。啊，吃完之后，这个舌头啊，上面好像有一层厚厚的，不知道像包衣一样的，但确实甜。视频的最后啊，石头也想问大家，如果身后的这栋房子愿意出租，那你愿意过来居住吗？朋友们，200多年前的房子，历经沧桑，肯定啊很多故事。好了，那这期的视频啊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87、8了。87、8岁了。嗯。88岁的高龄了，身体好。那公公好大了？这样大了。那公公也是88了。嗯。老伴呢上山砍柴去了，也是88岁的高龄。你看在农村里面生活，无忧无虑的。是的。身体好。身体好，是的，身体挺好的。这个功夫的嘛。嗯，那现在我们就带大家看一下这个老奶奶他们家的房子。我觉得他们家的这栋房子挺好的。先从这个外面看起吧，看他们家的旁边啊，好几亩地呢，打理的干干净净，种的有油菜，那边呢还种的有点橘子树，上面呢是他们的一个蔬菜地，种的有大蒜啊，之前种的有辣椒，那边还有白菜，看喝的水啊很方便，都是从山里面呢牵引回来，用管子牵引回来，把山泉接回来了。哎，现在怎么好像是上面总闸关了吗？看，用几个盆子这样子接，其实这样的生活环境挺好的。哎，房子旁边这是一棵板栗，每年都会结着果子的。然后在房前屋后啊，养点鸡鸭，哎，非常安静的生活。走进房子去看一下，这是一栋木房子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边是灶台，非常简易的，现在都用的比较少，老奶奶都是在这边煮饭。这是一个火塘，然后走过来呢，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是一间厢房啊，厢房呢它和正屋是连接在一起的，这边是他们家的一个储藏室，以前是放稻谷啊、玉米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板子啊，是1、2、3、4、5这样子标号的，它就是这个柜子的一个房门，你要对着顺序给它打开，一个一个的打开，要做一个编号，也是做一个记号。然后这边就是老奶奶他们家的碗柜，非常的简陋，也都是实木做的。穿过了这个厢房过来，就是他们家的院子了。之前我给大家说过土家族的房子一般都会有一个厢房的吊脚楼，也就是在我现在的右手边，这是一个2层结构的吊脚楼，实木结构的哦。底下现在是堆满了柴火，这是老大爷每天到山上捡的柴火回来，然后把它劈开放在这边，冬天可以烧。2楼呢是有个小房间的，基本上一家人呢，基本上像这些的2楼都不用。大部分都是晾晒衣服的。
然后整个院子啊，将近宽有6到70个平方左右，还做了一个硬化。刚刚我看了一下，这边距离宝鸡县城将近有6公里啊，距离镇上呢也是6公里，因为一过去就到县城了。底下呢就是我们湘西著名的幽水河，然后这边的地势很高，海拔将近有600多左右。然后这栋房子呢坐北朝南，地势挺不错的。可以看一下这边院坝以外呢是一座石头垒砌的宝坎，底下呢估计都是他们家的这个林地。那边有些古树啊，还有这边很多这些乔木，这边呢还有些竹子。实际上不知道大家从镜头里面看得清吗？如果把外面的竹子砍掉的话，是视野非常非常的开阔，一眼呢可以看到宝鸡县城的。那这边呢还种了一棵仙人掌呢，好多刺啊。这旁边呢种的有些小竹子，每年的端午啊都会采摘这样的一个叶片，用来包粽子的。然后老奶奶家呢是3间木房，中间是堂屋，两边呢是2个房间，2个房间呢分别留有窗户，窗户都开得不大，将近也就80乘以80公分的。上面呢盖的也是本地的青瓦，和之前我们介绍房子差不多。房子都是住在1楼，2楼呢堆放的是杂物，没有房间的。然后这栋房子的装修啊显得是比较陈旧，一眼看过去都是好几十年的老木头房子了。它的外墙板啊颜色特别的深。然后这栋房子呢它的整个屋檐这个盖檐的位置啊将近宽有2米左右，然后楼层的高度啊接近有5米多。其实这样的房子啊，只要适当的给它重新打磨装修，还是挺好住的。在山里面呢比较舒适干燥。然后再走过来啊，是他们家一个旱厕，也是以前猪圈的位置啊，那边就是一个猪圈。在这边呢老奶奶是养了一些鸡，玉米呢就撒在这个位置，然后鸡饿了自己回来吃。看那一只大公鸡啊，我目视一下将近有10来斤左右，好大。这里面好多，全部都是在这个小竹子里面，有公的有母的。哎呦，这个肉质啊肯定非常的好。然后他们家我看了一下，整个房屋加上旁边的林地啊还有菜地，目视下有10多亩呢。刚才和老奶奶聊天，她说她儿子呢是到城里面买了房子，然后在那边呢做烧烤，每天摆夜市。基本上这栋房子呢只有他和老伴在这边住。是你屋的。他们家的这栋房子啊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整个进深呢将近也就6米左右，进深倒是没有多大。然后这栋房子的瓦片呢，好多地方还是有点破损比较严重的，也没有检修。我已经有4、5年没有剪了。年纪大了嘛，现在也没办法跑到楼上去捡瓦了。年轻人呢都是住在外面，也有了新房子，所以房子就成这个样子了。确实啊没有打理。那确实想到说的这个呢又会想起很多。其实农村这样的现象好像都比较普遍，整个老宅剩的都是老人或者是孩子，年轻力壮的都出去务工赚钱。老家的房子慢慢的丢弃荒废，最后呢像这样的木房子，老人很多年之后一过世，可能年轻人再也不会回来，最后房子就倒塌。想想那是以后的事情了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问我要去大山里面拍一些破破烂烂的房子，其实我是挺有感触的。每一栋房子都有它的记忆，都有它的故事。就像我们今天很有幸来到这边，碰上了这个老人家，和他聊聊天，他看到一个陌生人，他都会特别的开心。有人陪他说说话，是不是啊？其实年长的父母都会想着自己的子女留在身边，
陪他过每个冬天，每个年，是不是？这个火塘要烧大火，就很暖和了。在老奶奶家门前走了一圈，这条小路呢，一直顺着这个方向往下面走，将近2个小时左右，可以走到宝鸡县的县城。老奶奶告诉我，以前她和老伴种了一些蔬菜呀，还有柑橘之类的，都会顺着这条小路走下山到城里面去卖。每天啊，天还没亮就开始出发，到黑了才能够到家。以前这边不通公路啊，非常的难。他说现在日子好了，车子呢可以开到房子的背后，生活也是越来越好。其实从老奶奶脸上洋溢的笑容看得出她是很幸福的。确实啊，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年代，走到这样的大山里面，才会去体会到以前生活的那种艰辛。我们还是要珍惜当下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这期的视频啊，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大家还请记得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